欢迎收看墨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英雄无敌5代的堡垒派系。3代、4代的矮人一直给其他种族打工，到了5代，他们终于选择单干了。如果论玩家对于矮人的刻板印象的话，他们就是非常的肉，而且后期很强。5代的矮人其实和3代的塔楼差不多，前期那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，但是一旦成型之后，那就是相当的舒服。做完了矮人之后，那么咱们最后一期5代介绍视频就是地牢了。在这里定一个小目标，点赞加投币超过1万，咱们下一期视频不会等太久。堡垒这个派系其实抛开强度不谈，它的路人缘很差，这不难理解，毕竟你给一个玩了2天的新手看一下地牢的兵种，再看一下堡垒的兵种，他选什么那是可想而知。但是5代的矮人他们有很多兵种还是长得非常帅的，如果拿7代的矮人和5代的矮人相比，那就真正意义上的5代在时亦不绝意，5代过后不见其比。几乎所有奇幻作品里面，矮人都是和符文绑定的。5代的符文魔法可以说非常的强，小到增加移速，大到还击不返增加生命值，那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并且这个魔法是不消耗魔法值的，而且是由你的部队来使用，消耗的就是你日常的国库资源，看上去很少，实际上也一点不多，到了后期完全可以忽视。矮人的魔法一般以光明和破坏魔法为主，很多兵种都有火焰抗性，这也就意味着矮人也可以玩末日审判。接下来是重头戏环节，我们来看一下矮人族的兵种。矮人族的绝大部分兵种用一个字概括，就是肉。看一下他们的1级兵吧，这样一个1级兵4点防御外加7点生命，并且由于他们迟钝，所以说受到的远程伤害减半，而且他们还免疫减少防御的魔法和附加效果。前期你可能看不出有什么变化，但是这个技能到了后期那是个顶个的无可奈何。7点生命值看似不少了，但这远远不是矮垛子的极限。升了级之后的盾卫者生命值来到了12点，这是一个典型的 EVP 兵种，你自己用的话你会抱怨他怎么没有输出，但是如果他作为敌人，你就会发现他就是打不死。说到这个防御，5代的矮人几乎可以和3代的要塞称兄道弟，甚至他们还有一个建筑，给你在守城战当中增加一部分的盾卫者。升级之后的盾卫者多了一个盾墙的技能，就是敌军攻击他的时候，每移动1格，盾卫者受到的伤害就会降低10%，反向冲锋了，属于是。第二项升级是食卫者，你也可以叫他领卫者。和第一个升级相比，他们主动性慢了一点，但是攻防增加了一点，1点攻防换1点主动性还是有点小亏。他们没有了盾墙技能，而是获得了各就各位和坚守阵地的技能。这2个技能简单概括，一个是站着不动，它就会额外的提升防御力，一个是敌人不能用任何办法对它造成位移。可以说很多7级兵都拿成群结队的盾卫者没有办法。虽然说5代没有绝对的万能费，但是相对的万能费是不少的，其中鼎鼎大名的就是咱们的头枪手同志。单看他的属性，这就非常的不矮人，你是一个矮垛子，怎么能只有9点生命值呢？这个兵种实际用起来的话，比3代的半兽人还拉胯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它只有2点弹药量，但是在没有升级之前，它没有近战杀伤力不减。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头枪，让我们拿着拳头和敌人搏斗吗？除了远程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个猎伤的技能，攻击后有概率使目标降低50%的移速，还有30%的主动性。技能还行，但是弹药量实在是太少了，升了级也没有什么改观。一个升级是游击兵，他升了级之后终于有近战杀伤力不减了，至于他的弹药量是多少，他筐子里面有几个枪就是多少。其实这样的一个兵种，如果肉一点，很符合矮人的话，风评也不至于这么差。你这升了级只有12点生命值，一向以脆弱著称的弩手都有10点，你对得起矮人吗？大家可能发现了，那就是矮人的开荒其实也比地狱强不到哪去。1级兵和2级兵是这么2个东西，他开荒能强就有鬼了。第2个升级是鱼叉手，杀伤力比前面的游击兵强一点，但是更加的脆弱。尽管从理论上2项升级都各有特点，但是他们脆弱的战斗力摆在那里，怎么升级也不会舒服。它没有近战杀伤力不减，弹药量其实只有4个。作为一个矮人的兵种，它的防御力甚至比人族的弩手还要低一点。主动技能方面没有了之前的猎伤，多了一个鱼叉攻击，这是一个主动技能，可以把2个单位捆在一块儿。虽然矮人的2级兵鱼叉手有点过于的没出息的东西啊，万能费，但好在矮人的3级兵确实是非常给力。
这个兵种乍一看，那完全就是一个4级兵，实际用起来的话，你也完全可以把它当一个4级兵来用。10点的防御放在4级兵里面也是名列前茅。没有升级之前，除了激怒技能之外，它就是一个白板。升了级之后，不仅颜值变高了，属性也是蹭蹭的往上涨。第一个升级是黑熊骑兵，升了级之后防御力甚至直接到达了14点，这下不用名列前茅了，放在4级兵里面也是第1名。升了级之后它就有装甲技能了，除此之外它还多了一个爪击的技能，它的攻击有一定概率使目标后退一格并把它打晕。攻击之前黑熊骑兵移动的格数越多，触发的概率越高，你也可以理解为矮人版的冲锋。可以说升了级之后的熊骑兵在矮人里面绝对的核心，他们最大的缺点也只能是产量很少了。第二项升级是白熊骑兵，你看这个造型，你说它是5级兵6级兵我都信。和黑熊骑兵相比，白熊骑兵的攻防更加均衡一点，他们没有了爪击技能，但是多了一个熊之咆哮，攻击时有一定概率对目标和相邻单位造成恐吓，如果成功触发，白熊就会提升1点士气和 10% 的生命值。黑熊和白熊一般来看的话是升级黑熊，如果你觉得白熊长得很帅的话，升级白熊也完全可以，反正无论黑熊和白熊都很好用。这位是矮人族的4级兵狂战士，这是一个打不过熊骑兵的4级兵，这是一个算上增产建筑产量高于熊骑兵的4级兵，同时这也是一个放在3级兵里面毫无违和感的4级兵。尽管被叫做4级兵之耻，但是暴徒也有话说呀，我们矮人的3级兵都这么强了，如果我4级兵再是熊骑那种战斗力，说到底都是平衡性呀。没有升级之前，它只有一个免疫心智魔法，考虑到这种兵种到了后期往往会攒出相当大的数量，所以说战狂贴心的配备了第1种升级。讲个笑话，它是矮人族里面主动性最高的兵种，升级之后多了一个狂暴技能，使用后防御力归0，加在攻击力上，攻击附带不反，并且攻击周围的目标。这个东西数量起来了之后再发一个狂暴技能，输出还是很可观的，当然这也只存在于后期了。前期的话，这个红胡子就是1没有必要买，2没有必要开狂暴。那么前期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？我们还有白胡子，这位在升了级之后就比较像一个没有升级的4级兵了。正所谓属性不够，特技来凑，只要我的特技足够多，你看上去还蛮像那么回事的。它应该是英雄无敌历代里面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大型兵种，攻击大型目标时攻防会增加4点，被攻击的时候它的主动性会暂时提高2点，攻击力提升5点，属于那种越打越强的类型。再加上升了级，生命值来到了30点，尽管主动性比红胡子少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升级白胡子。关于这个兵种还有一个冷知识，那就是墓园非常喜欢，因为在把它干掉之后可以直接去一成吸血鬼。4级兵墓园非常喜欢，5级兵也不例外，因为神符祭司可以被去一成大尸巫。这个兵种乍一看它的属性就像是乱填的，8点主动性那就不再多说了，作为一个5级兵，它的攻防甚至还都不超过10点，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神符祭司是矮人里面第2个核心。没有升级之前它只会释放偏转飞弹，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烈火印记的技能，攻击后有概率使目标2回合内受到的火焰伤害翻倍。然后作为一个玩火的矮人，它有 50% 的火抗，升级之后就是完全的免疫火系魔法。3代的末日火爹只图一乐，真要玩末日还得5代的矮人。魔法方面，它除了可以释放偏转飞弹之外，它还可以释放火墙。5代的火墙无论是上手难度还有伤害都是超过了3代，并且它的魔法攻击可以对十字形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，会 AOE 的远程兵都是好远程，马格除外。另外再说一点，这个符文牧师你看上去有60点生命值很肉，但是它的攻防都不到10点，所以说实际游玩的话，这个东西还是蛮脆弱的。前期数量少的话，你可以升级符文守卫，因为它除了火墙和偏转飞弹之外，它还可以释放连珠火球，在数量少的时候伤害也是很可观的。攻防还是老生常谈，攻防加一块还没人家墓园的大师屋1半多，整体上属于那种确实有实力，但是不能过于倚仗的兵种。6级兵是我最喜欢的矮人兵种，它就是领主。
乍一看他的杀伤力好像闹着玩一样，但实际上他的群体输出才是真正的恐怖之处。他的攻击类似于连锁闪电，会对攻击目标的相邻敌军也造成伤害。如果敌方阵型很密集的话，可以连到很多次，并且这个伤害算是物理攻击，而且没有任何的衰减。大兵团决战的话，来这一下对于敌方的小脆皮来说非常的伤，同时它也是矮人族里面唯一的一个飞行兵种。当然咱矮人管这个叫做传送。没有升级之前，它的属性在6级兵里面并不出众，升级之后除了变得肉了一点之外，属性也没有大的提升。第一个升级是火焰领主，末日流的组件之一。矮人族的前6级兵，你单看属性而且不配合符文的话，除了盾位者和雄骑之外，属性都很糟糕。这也从侧面说明矮人要想成型，你的英雄级别必须要足够的高。除了火系免疫之外，它还有烈焰波和烈焰攻击2个技能，其中烈焰波是一个概率触发的特技，烈焰攻击则是让你更好的玩末日。攻击的目标会被附上火焰印记，然后你再用末日就很爽了。玩矮人，你只要挺过前期无聊的开荒，到了后期你抛开符文魔法不谈，光玩末日就能让你爽到。除了火焰战神之外，它的第2个升级雷霆战神则是领主的上位版本。除了对气系魔法免疫之外，它还有1场对战只能用1次的远程攻击。它的风暴箭矢这个远程攻击同样也可以触发风暴打击，类似于一个远程版的连锁闪电。一般来说，你不玩末日，玩大兵团决战的话，你就升级雷霆战神，其他情况都是火焰战神。5代的堡垒，如果你要玩末日的话，它和3代的元素城差不多。3代的元素，它的4、5、6、7级兵全部免疫末日审判，10元素没有说，但是它确实也免疫末日审判。而5代的矮人，他们的5、6、7级兵也同样火系免疫。别的不说，你就看这个长相，它像是火系不免疫的样子吗？小时候第一次玩堡垒，听到火龙的名字，心里想的是喷火龙那种高大威猛的形象。但是当我成功的建造出来之后，却发现了这样一个玩意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颜值还是小有不足，整个就是一个西红柿炒蛋龙。但是火龙表示，你可以看不起我的长相，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能力。没有升级之前，它就有230点的生命值，外加32点的防御。论肉度，没有7级兵是它的对手。技能方面也是丝毫的不落下风，它有一个类似于3代火爹的火盾技能，并且作为一个元素龙类，它也有一个火焰吐息技能。没有升级之前，它的火盾伤害可以反弹20%。3代的火爹由于有火盾，它即使不是很肉也极其恶心，而火龙则是我不仅肉，而且我还有火盾。在升级了岩浆龙之后，火盾的反弹率变成了40%，尽管看上去像是一个海带炒蛋龙，但是它凭借着40点的防御外加280点的生命值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最肉7级兵。如果论斗蛐蛐的话，可能7级兵里面除了凤凰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至于9点的主动性，你自己用可能嫌慢，但是敌人用则刚刚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矮人的兵种几乎一半都有火系免疫。反观诞生在岩浆里面，整天在岩浆里面洗澡，身上都冒火的地狱兵种，一个有火免的也没有。妈的，真他没出息的东西，万难废。第2个升级是长得像隔壁奥特曼片场里面的熔岩龙，这个兵种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完全不如前一个，因为它没有火盾。更加可恨的是，在属性方面，它还没有岩浆龙那么扎实。没有火盾之后，它换来了一个液态火焰龙息的技能。这个技能简单概括就是技能是个好技能，但是不足以使我放弃火盾。这就是矮人族的兵种，虽然说颜值普遍都不咋地，但强度是真的有。英雄方面，矮人族里面的可谓是非常全面。第1位是风暴大师斯威，他不仅开局有霹雳闪电，而且他的破坏魔法里面还学了风暴大师。他的特长是闪电魔法必中，大体意思就是敌方没法用抵抗力给抵抗掉，但是像铁人那种减伤依然会生效。抛开特长不谈，他开局有一个初级破坏系魔法，想要玩末日流的话，可以选择他首发，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。矮人族的英雄开局就是2点力量2点知识，不会出现像3代地狱那种开局魔法值不够的情况。这位是擅长光明系魔法的海尔玛，他的特长就是对友军释放光明魔法的时候，有一定概率再给他释放一个正当之力。正当之力类似于3代的嗜血术加百发百中，直接提升攻击力，没有什么附带条件。平心而论，这2个法师英雄还是蛮靠谱的。他的特长在1级有20%的概率触发，随着等级的升高，概率会越来越大。
第3位是鹰家，这个英雄我没有用过，不好做评价。他的特长就是每次升级有25%的概率学会一个新的符文魔法，但是你学不会5级的符文魔法，整体上就是一个看脸的英雄，而且到了后期基本上相当于没有这个特长。至于前期多学会一个符文魔法，对于矮人的前期开荒帮助也不大。接下来这位是我比较喜欢的堡垒英雄，他就是艾巴。他是雄骑兵特，每升2级提升他带领的雄骑兵1点攻防，并且人家开局还有一个战术，开局的兵全部都是雄骑兵，如果低难度开局的话还是不错的。5代的英雄没有一个一无是处的，这样就会导致每一个英雄都有它存在的价值，从而每一个英雄都有玩家觉得它好用，这样就会很容易导致在做视频的时候说一个英雄战斗力很差，就会有评论说，哎，你懂什么，这个英雄好用的很呐。这种情况说到底它是一种好事，因为它没有像3代那种确实一无是处的英雄。你就像这位，他特长的是鱼叉手，尽管这个兵种不咋地，但是人家开局有个弹药车，所以说他也是有优点的。拿来开荒的话，由于有弹药车，凑合用吧。关于英雄的评价，因为每一个英雄他都有好有坏，从 UP 主第1期5代视频到现在一直有一个情况，一方面5代的视频推更的非常多，另一方面由于 UP 主没怎么玩过5代，所以说整体做下来的话错误一堆，大家凑合看吧，反正都是业余爱好者。接下来这个是特长盾卫者的英格瓦，盾卫者还他妈活力无限，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啊！他的盾卫者真正意义上的让玩家明白什么叫做肉。除了每提升2级提升盾卫者的1点攻防之外，他还每5级提升盾卫者1点生命。拿一个升了级12点的盾卫者来说，一个20级的英格瓦再算上活力无限，他的盾卫者就有18点的生命。只能说盾卫者没有像白盾那样的护卫同伴是有原因的。但是吧，他开局的盾卫者数量很多，再加上活力无限，再加上这个1级的小矮人本身就有盾防，如果前期就能学到一个战争狂的话，拉一群矮垛子出去开荒，效果的话出奇的不错。这位是符文法师特俄林，由于5代的高级兵特开局也带着他特长的兵种，所以说咱们的俄林同志开局也带着一个符文牧师，在他的特长加持之下，符文祭司的属性终于像是一个5级兵了。最后一个是符文特布兰德，在你学了精炼符文之后，在你释放一个符文魔法的时候，有50%的概率不消耗资源。它的特长是在这50%的基础上再增加20%，随着等级的升高越来越多。基本上到了后期的话，你的符文魔法就没有花销了。后期决战一般持续的回合非常的多，符文魔法的花销也很大。布兰德的后期也是很强的，毕竟免费的才是最强的。做完了矮人族之后，咱们下期就是观众们心心念念的地牢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